今天的穿搭是 T 恤加黑色的工装裤，还有靴子。嘿嘿，这应该算是我第2次坐高铁，因为第1次就是我来珠海的时候从广州坐到珠海，然后现在我要从珠海坐回广州。像我在珠海的高铁站，它自己感觉比较小个一点，对比起广州的话啦，因为广州是大站嘛，然后之前有超级多个检票口来 A1 到 A25、B1 到 B25 都有，然后这里只有 A1、A2、B1、B2 如果你没有坐过高铁的话，它会有这个 LED board， 然后它会说你的车次、站点，这个车是几点开的，然后它的检票口是哪一个。然后呢，如果它一旦变成这个青色的正在检票，你就可以去检票了 ，very easy。OK， 我刚刚从我的青旅走出来，我是第1次住青旅，人生中第1次住青年旅馆。选择这间青旅呢，首先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的便宜，它不是青旅中便宜的，但是它是住的地方中便宜的。因为你在广州你好一点就是要干净厕所，不能有烟味，好睡觉安静就是舒服的话呢，其实要200以上马币1晚，然后这间是50块上下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比较好的选择，对我来讲，想要比较省一点的话，因为我一个人吧嘛，如果是2、3个人一起来，你还可以跟人家 share 那个钱啊，但是我一个人就觉得我才不要。但是我暂时先没有排那个 room tour 先，因为我实在是很懒惰啊。故事分开没多久，怎么心就被掏空？还在留在空气中，嘴角上扬的弧度还来不及放松。这就是刚才我很努力的把行李搬上去的楼梯，真是有够高哦！上扬的弧度还来不及放松，不想错过和你每分钟每秒钟。来场盛大的逃脱，闭上眼旋转地球，睁开眼我们就远走。我蛮喜欢他们地铁站的设计的，就是 like plain 一个 color， 然后的站名就大哥这样子，就蛮好看的，要拍啊，这样子漂亮吧？我现在在北京路步行街。这个是那种超级 happening 的地方来的，可是晒到我眼睛拍不到，哇！我这里在买彩票哎。5点24，猜我要去干什么？我要去吃晚餐，我现在就要去吃大哥饭。嘿嘿，我拿了号码，1个人拿点酸梅汁喝。A12，浩哥我去5个了。A13，浩哥我去5个了。他跟我讲欢迎回家，我回家都不用爬这样多楼梯呀。有乌龙茶，有大麦茶，喝什么茶呀？乌龙提神，大麦麦香一点。麦香吧。这是我的位置，1个人，然后旁边是墙壁，还有一些布置，还有大头虾，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 interior design。
我排得很歪，怎么排得那么歪 ？Oh my god！ OK， 我点好了，这个是爆汁红烧鸽黄加一碗白米饭，因为我就是需要吃饭。你当场加入他的会员，新会员就有5块钱的折扣，还是6块钱的折扣？他这边后面有他的6大承诺，就是讲他30分钟一定要上齐菜，不然就免费送我吃那个菜。但是我只点一样吧，也不至于30分钟都上不来吧那个菜。然后他还真的给我那个30分钟的沙漏，在这里。哒啦，放这里镜头在这里，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什么美食博主？然后他就给我多一点赠品之类的。哦，想太多。我不想要弄坏这个包装，因为我想要收起来。然后他还有给绑头发的，还有给眼镜布。好啊。你这芒果版生果汁解人一酸的。我已经咬不到肉了。我本来是没有打算来吃，因为我以为我一个人吃不到这个鸽子，可是这个鸽子很小只吧。然后佳慧又推荐我一定要来吃，就是在她的推荐 list 里面，所以我就过来。不错啊，不错啊，好吃的，好吃的，它油光满面，满嘴都是油。刚才我麻烦他们帮我拿多一张那个吸油纸，很搞笑。我讲啊，你要什么？然后我就讲这张纸，这张纸。因为肮脏了嘛，弄到那个油了，我想要拿回去做手账，所以我就跟他们讨多一张，结果他们给我2张，他们给他1张给你啊。我吃饱了，后面都是排队的人，看到吗？为你弹奏着夏季主题，永恒的梦境。I see you。现在人在北京路的天河城shopping mall 里面，这 shopping mall 才有1、2、3、4、8层。刚才我去大佛寺嘛，然后它外面有2间文创店，其中一间呢，它的店员在 serve 外国游客不啦，就是西方游客，店员们都不会讲你的英文或是其他语言，就更不会了啦。可是他们超级认真，你懂吗？他们就拿那个电话的翻译器哦，这样 back and forth 这样哦，一直翻译来翻译去。我讲一句翻译过去，然后那顾客讲一句又翻译回来。虽然我不懂最后那个人到底是没有买啦，可能是因为他解释到太慢了还是什么，就导致这个生意没有做到。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还是非常让我 respect。他也不会放那个客人在那边看，他就是要介绍，他就讲这个是辟邪用的啊，这个是做什么这样子的。有一个人他是墨西哥顾客，他就讲 Espanol 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大概听得懂他讲什么东西啦。然后可是店员听不懂嘛，他就用电话问他，你是可以讲英文的还是什么其他语言？然后或是你从哪里来？然后那个人就讲他是从墨西哥来，那个店员就傻掉，他就问他电话，墨西哥是讲什么语言的？然后我就在旁边就跟他讲了，我讲西班牙语，然后他就跟我讲谢谢。走散。今天我的计划是要去2个博物馆看看。
堂博物馆是讲什么的嘞？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它展示了广州曾经非常辉煌的外贸史。还记得初中历史课上我们曾经学过类似清朝闭关锁国政策这样子的内容。在这个锁国政策推行的时候，只有广州的粤海关是唯一被允许可以对外通商的港口，所以也被称为一口通商。所以当时有很多行商在这个地方聚集起来做生意，比较出名的可能有13家，所以就叫做13行啊。但是其实不只有13个商家，之后加加减减啊，有可能20多个这样子。但是13行这3个字就是他们这个团体跟机构的统称。这个博物馆也有提到外国人是有多喜欢中国的商品，比如讲广彩瓷器啦、丝绸还有茶叶之类的。这里整个都是丝绸是如何制作出来，从这里采摘桑叶开始，然后喂蚕，然后怎样截取那个蚕丝，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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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到最后纺丝形成那个丝绸的布料。这里是外国人家居厅堂的陈列室，当时拥有中国风格的商品还有家具，代表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之后，因为欧美国家和中国的经商理念有差距，所以就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13行也有一个比较悲壮的结尾，那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跟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南京条约。然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民因为愤怒而去烧外国商馆，就导致了火势蔓延到整个13行的区域，然后就整个烧到完。我觉得这个结局真的可以用惨烈来形容。是什么被火烧掉？是那些累积多年的财富、建筑，还有一整个时代。博物馆楼上的展厅是广州本地的一对夫妇，也是文物鉴赏家和企业家。他们从世界各地搜集13行时期的文物，然后捐献给这个博物馆展览。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是外销扇，外销去欧美的扇子。这些扇语呢，应该是女生用比较多，因为那边有些是这些扇子是女生会想要使用的东西的。然后有一个特别搞笑，有一个是扇子急速挥动，是我已订婚，意思是什么？他这样，我订婚了，我订婚了，我订婚了，这样子是不是？从13行博物馆出来，我就一路走到了附近的邮政博物馆，然后到了粤海关大楼，也是一个博物馆，而这个建筑就是100多年前真正的 Custom Office 来的，所以它里面展览的内容就是跟这些海关官员、通商政策相关。OK， 大家，我从粤海关出来了，它一部分一定是有很basic的那种大概介绍，越往上越详细这样子，然后有很多的以前收集来的那种文物，反正就是东西很多啦，然后非常的细，讲到我都要晕了，然后又很多个人名出来这样子啊，我都不懂谁是谁。Too much information, you know, TMI. So 我觉得不是很需要特地来呀。But 我觉得它的展示是很好的，如果你有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来。下一站广东省博物馆，旁边是广州塔、小蛮腰。广东省博它是要预约的，你就微信小程序预约就可以了，然后它也蛮快的，然后进来你就扫 passport 就可以了。OK， 我租了一个20人民币的讲解器，好处就是会听到比较详细的内容，而且可以让我们跟着博物馆设定的 flow 去看展品。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听到过于投入啦，所以会花更多的时间，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如果时间比较多的话是 OK 的，比如讲你要一整天待在广东省博是可以的。我去的第一个应该是去到自然馆，这里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很出名的玉雕白漆盖的地方啦。这边首先是秀了广东的各种岩石、矿物、自然地貌等等的，比如讲国家公园这种。然后就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宝玉石馆，就是有水晶、玉石、宝石这种精细雕刻珍品的 section。其实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去过不少的自然博物馆，如果你们看过我的 vlog 的话，在 Chicago、New York 跟 DC 我都有去过，那里也是有这种宝石、玉石的展厅，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对他们提起兴趣，很多时候就是看过就走。但是不懂为什么，我来到广东省博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就是每个东西都让我很有兴趣去看每个展品，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展出方式不一样 ，maybe 玉石啊、水晶这种东西还是中国人比较懂。
这个部分我蛮喜欢的，就是它介绍了各种宝石的特殊光学效应，比如讲这个是猫眼效应，它是讲在光的照耀下，这些宝石会产生一条线在中间，这样子看起来像猫眼一样。星光效应就是指，你看那个，它有一个射出来好几条线这样子的。变彩效应，变彩效应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你会看到这个石头的变颜色这样。阳春孔雀石，下面的部分是木雕，很美耶。然后这个石头后面有一个山洞体，就很漂亮。这里是中草药馆，展示了非常多种类的中草药。我觉得这个中药配伍禁忌就蛮有趣的，就是讲哪一些中药是不可以同时使用的。配伍是什么？就是根据药性特点跟治疗需求，将2个以上的中药组合应用的规律。我百度找的，然后这个葫芦是和成语悬壶济世有关，悬壶济世的壶就是葫芦的壶咯，因为以前的医生会把药装在葫芦里面帮人家治病。过后是野生动物馆，想不到吧？我来中国竟然又看到一堆骨头跟动物标本。这个部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美国博物馆的展示啦，就我去过好几个，我都蛮喜欢的。但是在海洋生物这块的整体装饰还是让人比较眼前一亮的。破野海，哪怕下一秒归于黑白，转瞬之后就是一些临展厅啊，都还蛮有趣的。像约会才深炽热温差，你我陷入无寻的挣扎，就现在爱吧，还没分开就迫不及待，你弹奏着夏季主题。永恒的梦境 I see you 然后我一不注意它就开灯了，我真是无语。我刚刚在拍哦，然后我在收的时候它亮灯去，哇，我的嘿！新朋友嘉恩，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嗨，他比我小，我们同事。我跟你讲，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以为他比我小，然后他以为我比他小，所以我们其实都是长得很年轻，还是我们觉得自己很老？应该是这样子。That's it。可是我手没在。你就没有了。嘉恩给我的口袋。我爸妈妈给我，因为他喝奶茶太饱了，他连吃不下一个口袋。反正我们班的我只是要一个，他跟我讲一定要买2个。他要离开了，所以我们认识不到1天。因为你去吃的超市，而且我们是在那个厨旁边认识的。他讲没关系，然后我就懂他是马来西亚人。我看你在拍这视频了，没关系。那我在韩国的时候也是遇到马来西亚人，然后你懂他讲吗？他讲不用紧，然后我就懂他是马来西亚人。他现在也是我的 Instagram friend。我刚接受到一个巨大的冲击，我想要哭 ，Oh my god！ 有个人在我面前就是抽烟走过，然后我没有发现啊，然后就是那个烟味这样直接进来，然后就哇！我觉得我已经避开了很多天了，然后没有想到我直接出其不意。